摔死了就变成了死胖子。给，加油！又偷懒了吧？啊？被你那个庄主看到，又要扣你工钱，是不是清醒多啦？拿着，好好干啊！这听来听去就是龙帮主啊！把他留下，也是为了我们丝绸庄今后的发展，用最低、最少的人力成本，干最重、最多的活，这才叫商伯之道。不过，他肯吗？这点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他自己会送上门来的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，必须生产这种来钱快的产品。我再给你们2天时间，2天时间，如果设计不出来的话，统统走人。哎，这金线都找回来了，李清流还拿你们撒什么气啊？金线虽然找回来了，可眼下换季是我们出新产品的时候，账房被封，导致没有钱买研发新品的原料。庄主让大家从存货原料中改出新产品。听起来还挺重要的。确实如此，但是庄主让我们改的是一批女蛮国的女性亵衣，怪模怪样的，大家都在挠头呢。那我帮你们看看呗。行啦，第一批生丝已经到货了啊，有空你检查一下。还有啊，昨天晚上你梦游了吧？我何时梦游了？想抵赖？昨晚你拼完了一整碗葡萄酿不省人事，是姑娘我本着菩萨心肠解救了你，拉你回到房间，我腿都被你拉紫了。不可能！哎呦，不信！来来来，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。哎，算了。这谢谢呢就免了，谢礼难来。哎，没有也没关系，告辞。等等。我平日里被针扎了，我涂这个很管用。涂好了扫地去。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衣服。是啊，这怎么穿啊？感觉还挺好看的。这怎么穿进去啊？不知道。太奇怪。这种鬼衣服穿来干嘛？又不能保暖，整个人像装进蚕茧一样。这怎么穿呀？说啊。可是嘛，不能穿。这勾栏歌姬们经常吟唱的曲牌《菩萨蛮》，不晓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学无术。去你个大头鬼！好好说话。这就是夫妻俩在床子之间做什么，我也是听庄主说的。这些事我也搞不懂，我还小。龙姑娘，哎，来了。上。香。哎，胡将军说有事吗？这背后必有一条大鱼，还多亏了你的线索。嗨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不用客气。可惜你昨天不在，今天算是补上了第一顿。这么说，还有第2顿、第3顿？那当然，今天是叫花鸡和剑南春，明天想吃什么，我请客。南城的山竹。你喜欢山竹？哎，最近不是事儿多嘛，上火。这不最近还有件怪衣服得让我琢磨琢磨吗？怪衣服。吃完带你去看。干杯！干杯！啊，好酒。好酒。这东西宫中也有，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安西道外女蛮国的贡品，也算是件稀罕物。去年好像见胡姬穿过。哎，你
既然看别人穿过，那手感怎么样？舒服吗？我一没摸过，二没穿过，我怎么知道舒不舒服？哎呀，那个胡七没有告诉你舒不舒服啊？他舒不舒服我就更不知道了，又不是我让他穿的。笑什么？我发誓。好好好。再说，这款式也并不好看，不就是一副穿的鱼皮衣吗？哎，不能剪，给我退下！就剪。一帮大男人围着一个女人，成何体统？既然要贴体而穿，就不能像外衫一样一层绑一层，突出重点便是。妙啊，似露非露，几分遮挡，几分撩拨，不就是和凤前辈清谈时说的越女三位中的绝佳展示吗？师傅还跟你聊这个？不过我这一件啊，可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，我是为了女子自由，谁用谁知道。你这想法倒是有趣。要不试卖看看？啊，就这样拿出去卖，怕是有伤风化，我们会被官府抓的吧？龙帮主，这衣服弄成这样子，能不能跟庄主说一声啊？怕他打我们问罪。等他点头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退下吧，啊，都退下。走了，跟我回去吧。越看越精致。月强，你看我是不是特有才？那当然了，是不是也有我一句话的功劳啊？那当然了，多亏了你。哎，对了，你面子大，别人不敢不买。要不我想办法先剪出一批来卖，也好给丝绸庄打打牙祭。你又不是新丝路的人，操他们的心干嘛？我的钱，你的钱？哎，我是说，我又不是为了赚钱，何况这新丝路进账，财务通顺什么的也跟我没有关系。嗨，就我这个人吧，从小就有一个才艺设计的梦想，我没事就给鞋子换个扣啊，把裙子扎成裤子呀，偶尔也做几个草人什么的。嗨，这回好不容易有了实践的机会，你看，对吧？你会编草人？不信哦，小猫、小狗、小猪、小鸟都行。来，我编给你看。哎，你是大唐皇子，这位节礼送你了。哇，厉害！既然龙姑娘送了我礼物，那本王一定得回礼。这谢衣销售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我试试看。好兄弟。叶强，你要不出钱把他们给买断了？我也想过，但这是作弊，龙姑娘知道了，她会不高兴的。那要不这样，我们下一道指令，让银城人人手一件。哎呀，太招摇了。叶强，属下一直有件事不明白，您帮忙卖这些衣，等于是在帮新丝路做事。按照李庄主对龙姑娘她，李庄主的心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龙姑娘。眼下她请我帮忙，我何乐而不为啊？李庄主他办不到的，我能办到。哎，看前面，宫里的嫔妃啊，都喜欢用着风水艺术揣摩父皇的心意。哦，哎呀，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小夫人，你要问什么呀？我家夫人想问夫妻之事。多嘴。若逢机会之时，须把握之。一有机会，君偶目下逢之际遇者，是为鸿之运。
求之则得之，舍其机会则失之，无法再追之。既有机会，千万不可弃之啊！通俗点。夫人若是好好把握机会，这段姻缘便可白头偕老。太好了，夫人您可以和老爷冰释前嫌了。但是呢，从卦象上来看，这是个中卦，这机会未必握得住。那怎么办？您放心，我自有方法化解。这样的戏衣有伤风化，不成不成。哎呦，嫂夫人您还忌讳这个？这男人一旦对你没了兴趣，他就会去2房、3房、4房、5房、6房。哎呀，想想多么可怕呀，是不是？琴瑟和鸣，是为最佳。厉害呀！这是龙帮主做的，我收下了。这几日啊，我是发现你们的衣服质量确实还挺好的。以前就觉得吧，就这么几块破布剪吧，就卖这么贵。现在才知道，这褶皱、这边缝都是有讲究的。就是，那话说回来吧，你们那庄主啊，真是死脑子还发霉，一头扎在复杂的样式中出不来。哎，你们看看市场上贩马的胡人，都上下2件，这要在马背上，肯定比咱们的长衫中用的多呀。吓死人啊你啊！死脑子不该吓死人吗？明天就是给你们的期限了，连提一的。主子，朱大人来了，是有事找您。一会儿再收拾你。哼，你继续。此等伤风败俗的衣服，居然在官府整治民风时，公开向上九流售，并说出自你的丝绸庄。说说吧。从布料上看，是丝绸庄独家的云锦材质，但我们并没有设计过这种款式。朱大人，所信者，或听或见，而听犹不可信。大人怎能仅凭他人之言，就断定这是我的诚意呢？知道我为什么单独留下你吗？想耍什么花招？顽皮！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孤男寡女的，别人看了说3道4怎么办呀？这位公子，要不本姑娘给你捶捶胸，松松劲呀？收起你这副市井小人的嘴脸。第一天认识你吗？我先给你烧锅热水，去煞，褪毛，就像那胡杨莫夫一样干净。然后呢，我再用锦盐按摩你的皮子，把那些血啊什么的全都推出去。然后咱们，你平日里束不束胸？想必是会了。你整天东奔西跑，喝子太松。如果你一天都不系系带，这一天下来会怎么样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果然是那什么，衣冠鸟兽。如你所说，卸衣讲究一个舒服。胸部无褶皱，缺乏剪裁余量，腰部瘦身过紧，剧烈运动容易导致崩开。系带在胸椎第3、4节的样子，自己难以完成。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你怎么知道后椎骨啊？接缝全在腹部肋部，
再柔软的线都会硌到皮肤。而刀工在剪裁时过于粗制滥造，将布的纹理全部斩断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啊？既然你说要做到舒适，拿去修改。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柜面上来了客人，说要订购100件龙帮主改的衣服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就说会有100件订单吧。已经买了的，告诉他们，待新品推出折价出售，新订单全部推掉。推掉？这可是上门的生意啊！你有毛病吧？有钱不赚啊？哦，你这个奸商是不是想欲盖弥彰，把价格抬高啊？有问题的产品，一件都不能从我新思路流出去。小姐，你给李公子亲手做的糖水，他一定会很喜欢的。香儿，爹，香儿，找了你一个早上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去买了点东西，现在要去丝绸庄。为父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昭王殿下想出城散散心，今日你就陪他去南郊踏青游玩。可是我……别说了，你现在就回府去接昭王殿下啊！姑娘，你老盯着这个衣服，它也不会开花啊。哎呦，嬷嬷，你那个乖儿子一下子给我指出那么多问题，其他都还好说，就这个胸口的部位吧，有什么东西是直接贴身，既可以撑住，又不会弄伤皮肤呢？我换好几种材质都不行。丫头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你们在研究这个，不知道害羞。哎呦，你看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老问，跟你说了你就笑话我，那你想想有什么办法吗？在后院。啊，可以，去吧，我现在就去。这2根毛好吗？哎，温柔点啊。这2根毛好不好？不要跑了，就这2根毛，不要那么小气嘛。这两根好不好？去，哎呀，别跑！嘿，来，抓到你啦！这2个毛啊，不痛的啊。哎，别动！什么呀？飞兰，讨厌！我告诉你啊，再往前走呢，就到了我们云城郊外最美的湖了。不知道，那是后头。陆小姐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啊，最近丝绸庄事务繁忙，望殿下恕罪。我听说新丝路账房被封以后，你们从原料库存中改进了一件新产品，在银城卖得很好。殿下没有再提此事。这种伤风败俗的货色流出去，只会影响我们新丝路的名声。陆小姐，是不是对龙姑娘有什么误解？江湖上的事情我不懂，她能够想出如此不堪的法子，那实属落井下石。据我所知，这次龙姑娘分文不取，替你们新丝路渡过难关，毫无半点私念。陆小姐莫要辜负了龙姑娘的一番好意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昭王殿下凡事不能只看表面。
试试。嬷嬷去哪儿了？有女怀春。嬷嬷回来了。您这个法子啊真管用，这鸡毛管子啊有韧性还光滑，正好拖住这两头。哼，您那个怪儿子啊还真是有两把刷子。嬷嬷。哪儿来的雷索？我怎么又变严重了？我们打水漂吧。一波万顷，水天一色。这对面的山上还有袅袅炊烟，看来是一个村子。果然是一片世外桃源。那里是何家村，村里面种着千亩蚕树，那里面的村民靠着养蚕为生。杜小姐好像对这里很熟悉啊。5年前，我们一起准备创立丝绸庄的时候，那时常常来这里种桑、收剪、缫丝，从春蚕、夏蚕，一直到中秋时节的晚秋蚕，1年3季，这里到处都有我和青柳的足迹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年少轻狂，壮志凌云，想要在丝绸行业干出一番事业。怎么样？现在我们终于得偿所愿了，可是却也渐行渐远。能有杜小姐这样的红颜知己痴心作伴，也是李庄主几世修来的福分。可到头来，还不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哇，好远啊！厉害吧？那赵王呢？长安城内那么多大家闺秀，金枝玉叶，都仰慕着赵王殿下。赵王殿下为何喜欢这出身草莽的江湖女子？龙姑娘，我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。她没有富家千金的古板教条、循规蹈矩，反而天真自由、浪漫洒脱。所谓物以稀为贵嘛，遇到这样的人，很难不另眼相看。也不尽然。龙姑娘不像你我二人，从出生起就背负着那些繁笼枷锁。我爱慕清流，是因为她活成了我喜欢的样子，而不像我，只是父亲手里的一颗棋子。所以，喜欢龙姑娘，也是你挣脱束缚的一种方式吧？你说的对，但只说对了一半。生在帝王家，半点不由人。从小，我就特别痛恨母亲对我的束缚。为了挑战她的底线，我不惜伤害自己。到头来，却又发现那些枷锁就像一顶金箍，挣脱得越厉害，它就套得越紧。直到我遇到了龙姑娘，她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自由的生命力。其实它并不是我逃脱那些枷锁的方式，而是我打开那些枷锁的钥匙。你再试一下。再试一下。你，哎呦，怎么
不行啊！教你。主子，您找我？啊，是龙帮主让我给您送过来的，您不在，我就顺便给您放桌上。他为何不自己来？谁知道？他现在叫了一群人在后院瞎转悠，说什么雷公显灵要献雷公笋。哪儿来的雷笋？主子，你怎么脸红了？吩咐下去，让人仔细测量这个版型，按照不同的型号打样，通知各个工坊加班赶制。这不是，还不快去！赶制多少？1000套。是。雷公笋。杜小姐，今天你受累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早些回去吧。殿下，我们殿下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啊，我和武莲还有一些事要办。不过啊，杜大人那边我会交代好的。今天有劳杜小姐了。好。啊，总算把这个拖油瓶给甩了。哦，看什么呢？哎，我看到前面有片果子林，咱们去给龙姑娘摘些野果。好，走。慢点，殿下。来，注意安全，殿下。小心，接着。哇，那个长得那么高，一定特别甜。殿下小心。殿下，好多。哇，走，歇一歇。好。这的山竹还真大。哎，殿下，您说这个罗茂一到底哪儿好，值得让您亲自为他摘山竹又洗山竹？武林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10多年了吧？10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？本王身边虽然不乏桃花，但都是些莺莺燕燕、胭脂俗粉。他们不是贪图富贵，就是想要与我政治联姻，本王都避而不及。这次来银城啊，除了公务，就是想出来散散心。没想到遇到了龙姑娘。哎，她跟我以前遇到的那些女子都不一样。我只愿能常伴她身边，给她洗个山竹，又能如何？这方面我不是很懂。那是你还没有遇到真爱。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？不用，殿下。哎啊，你看玉儿怎么样？哎，刚刚看你们一路过来，眉来眼去，郎情妾意，好不快活呀！没有，她就是比较可爱啊。那要不就小琴，虽然人家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吧，但至少人家心地善良吧。小琴不属于我喜欢的类型。胃口不小啊，难道你对人家杜小姐有意思？不敢，殿下。也不是不可以啊。要不我给你介绍啊？我殿下，殿下，我水不是啊。